2025年大年初六，48岁的大 S 徐熙媛在日本因流感并发肺炎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很多人。大家难以置信的是生命的无常，也不敢相信这个永远可以霸占着娱乐圈头条的偶像剧女王，这个从出道就自带抓马体质，离婚都要把床带走，还有分清水电费的大女人，居然就这么意外的离世了，没有黄风骤雨，甚至没有一句提前的告别，就像她演过的那些偶像剧一样，在其乐融融的全家旅行中，被每年都会在日本肆虐的流感疫情突然终止了生命。首先愿大 S 在另一个维度里安息。星云大师曾说，有人不相信轮回，一年四季就是轮回；有人不相信因果，贫富美丑就是因果；有人不相信无常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便是无常。人生有两大哀叹，一叹知己难求，二叹世事无常。我们明白，这一生会接触许多人，会经历了许多事，唯独有一样东西不想触碰，那便是无常。如果你修行，你会发现一切无常才是世间常态。生命无常，缘分无常，聚散无常，唯有无常才是这世上永恒的真理。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，不是只有你在失去，不是只有你在衰老，不是只有你在生病，不是只有你在经历挫折，也不是只有你没有安全感，所有人都一样，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无常的，每个人面临的世界是一样的。所谓无常，即世间绝没有恒常不变的事物，大如宏观世界的天体、星云，小至微观世界的原子、中子，无不都在刹那生灭，运动变化中，故无常经。说大地与日月，时至皆归尽，未曾有一法不被无常吞。世界有成住坏空，生物有生老病死，思想也有生住异灭，一切事物无不在缘起性空、生灭代谢中。佛法是缘起论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佛法对世界的认识，那就是因缘因果。佛法认为，世间一切现象，乃至我们的色身，都是缘生缘灭、缘聚缘散的。各种条件具备，就有某种现象产生，相关条件败坏，现象也会随之消失。从缘起看世界，一切都是因缘的假象，离开条件和关系，根本找不到固定不变的实质。色身有固定不变的实质吗？房子有固定不变的实质吗？不必说这些，即使我们生活的山河大地，即使地球所在的浩瀚宇宙，也是因缘的假象而已。但众生因为无明，往往会对世界有很多错误认识，觉得生命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，期待我们拥有的家庭、事业、人际关系都能天长地久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。从缘起角度看，世间没有任何现象是永恒的，
此外，无常也是佛法的重要概念，以此破除我们对生命和世界的常见。不少人对无常的认识偏于消极，觉得无常就意味着一切都在走向毁灭。事实上，无常只是说明事物不是长恒不变的，并不等同于败坏、消亡。无常本身也离不开缘起，因为无常，所以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，坏的可以变好，好的也可以变坏，而它朝什么方向改变，取决于我们创造什么样的条件。如果我们种下善因，付出正向努力，就会招感恶果；反之，如果我们种下恶因，辅以负面行为，则会招感苦果。可见，无常只是体现一种规律，无所谓好坏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，如何运用。认识到这种真相后，就可以避免因为执常带来的痛苦和伤害。无常观是修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绝大多数人的痛苦都来源于不愿意去接受无常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以为我现在过得不够好，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，只要我更努力一些，更强大一些，那么我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然而，我们身处在一个娑婆世界中。什么叫娑婆世界呢？它的意思就是忍受缺憾的世界。所以想要在这样一个有缺憾的世界里面追求外在的圆满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迷惑。不是你还不够好，不是你还不够努力，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圆满的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不相信这一点，总觉得我再努力一点，事情就会变好了。直到你经历的足够多以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就算我不想接受无常，我也不得不接受。所以修心就是去调整你的认知，放下那些我以为我想要。比如说，我以为努力就可以更好，我以为等我有钱了，一切都会变好，我以为爱情永远都是甜蜜幸福的样子。放掉这些认知，让你的认知与无常的规律一致，顺应无常规律，那你自然就不会痛苦了。当你的认知开始变顺之后，你的生活也就变顺了。这就是树立正知、正见。所谓的正的意思，其实就是与规律一致，与事实一致。那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圆满的世界呢？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现象，任何一个现象的产生都需要无数个支撑它的条件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之后产生的现象。就比如说，我手上有一只苹果，这个苹果背后就有一个巨大的因果网络。首先，它需要有果农把种子种在泥土里，也需要阳光雨露，每天都刚好适合它的生长，也需要有人把它从一个城市运输到另一个城市，也需要有一个水果店刚好就开在我常走的那条路上，也需要我本人脑子里面刚好有吃苹果有利于健康这个认知。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追问我这个认知是怎么来的，那又是另外一个巨大的因果聚合了。总之，这其中但凡有任何一个条件改变，这只苹果都不会在我手上，
所以当其中任何一个细微的条件发生改变之后，这个现象就会改变，甚至会消亡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蝴蝶效应。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，就可能在美国掀起一场飓风。但是凡夫看不出蝴蝶和飓风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是因为我们的洞察力都非常的有限，看不出这中间有一系列因缘聚合、因缘条件的变化。再比如说谈恋爱，我们都常说两个人有缘才会相聚，很多人会把这个缘分理解成非常浪漫化的东西，甚至于理解为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其实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只能靠缘才可以在我一起，而缘是非常容易散的，所以关系非常容易变化。这里缘就是指的条件，条件具足现象就产生，条件变化现象就变化。比如说两个人初遇的时候，你们要刚好在同一座城市，你的某一些性格特点刚好又符合他的某种想象，或者是说他对你要有新鲜感，头脑中正好分泌大量的多巴胺、荷尔蒙等等。这些条件当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关系就很容易改变了。比如说他刚好职业变动去了另外一个城市，他对你逐渐失去了新鲜感，头脑不再分泌化学物质了，或者他跟你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你并不是像他所想象的样子，你打破了他的幻想等等。所以当你谈恋爱非常快乐、非常幸福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这一切永远都会是如此，一切就应当是如此，它不会永远都处在非常甜蜜幸福的状态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角落里就有一只蝴蝶正在扇动它的翅膀。所以因缘具足现象就产生，因缘改变现象就改变，因缘消失现象就消失，这就是缘起。但是缘起性空，性空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本性它是空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永恒存在不变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，只不过有的现象持续的时间长，有的现象持续的时间短，但是只要你把时间线拉长，那所有的现象都是会改变的。你面前的桌子、椅子、你的房子，你所有认为固定不变的东西，甚至于你这个人都会有消失的一天。所以如果你的自我、你的价值、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外部这一些非常容易变化的现象之上的话，那你就非常容易痛苦了。所以我们才要修心，修心就是向内寻找本自具足的快乐，而不是把快乐建立在外在的这些瞬息万变的刺激之上。那这个时候快乐的感受就是可以延长、可以扩展的。当然我们也不用抵触，不用害怕无常，因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无常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的东西，无常同样也是一种希望。如果说没有无常的话，那你的生活就是一眼望到头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沮丧的人永远也不会有快乐的那一天，分别的人也永远不会再有相聚。
跌落谷底的人也永远不会再有爬起来的一天。所以最好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接纳，接纳一切，体验一切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容器，让所有的经历都穿过你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就当是在看电影，而不要去控制电影里面发生的一切。放轻松，不要在梦里面做挣扎，你就是体验，就是来玩的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张扬。今日华丽风光，明日可能狼藉一场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悲伤。今日愁云惨淡，明日可能满天阳光。当你明白无常，得有什么喜，失有什么伤，得失也不过空花一场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一切都觉得正常。真正时时看见，看着无常的心，获得真正内在的平静安详。人生无常，心安便是归处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喜荣华正好，恨无常又到。人这一辈子，即使一生荣华富贵，但是最终也逃不过生死无常。旦夕祸福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，婆娑世界，众生皆逃不过这几种苦。与其苦苦生忧，忧而生怖，不如练就豁达心境，苦中作乐。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智者，面对生死能够保持从容的态度，活出逍遥的人生。妻子死了，庄子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伴侣，他让内心的悲痛化为对生死的达观和对世俗理智的蔑视。骨盆而歌，歌曰：生死本有命，气行变化中，天地如巨石。歌哭作大通，后来悔师死了。庄子失去平生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学术对手，悲从中来。在写天下篇的时候，伤心往事，常想会师，不知不觉为他写了500余言，作为最好的纪念。弟子们想厚葬老师，庄子倒觉得难过了。弟子们在这关键时刻并没有看破生死关，于是他说：我以天地为棺椁，以日月为美玉，以星辰为珍珠。天地用万物来为我送行，我的葬物还不齐备吗？弟子们不觉垂泪说：我们怕乌鸦和老鹰吃老师您的遗体。庄子笑道：天上有乌鸦和老鹰来吃，地上也有蝼蚁来吃，要是夺了前者的食物给后者享用，不是太偏颇了吗？庄子终于悠然而去，很有诗意。他不敬畏死，但没有随便活，一生是那样的可贵。他超越了死亡，忘却生命，精神是那样的愉快。人生本是无常，我们无法左右生死祸福，不如一切顺之自然。在这无常的世界，保持心灵的平静与安宁。当你明白了无常，你就不会张扬。人生无常，我们永远不知道
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？多少人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用于追求荣华富贵，最后才发现是非成败，荣华富贵都会转瞬成空，我们空手而来，注定什么也带不走。百年世事三更梦，万里江山一局棋。庄子在蒲河上悠哉地钓鱼，楚国国王派2位大臣去请他做官，他们对庄子说：我们的楚王想用国内的事务麻烦您。庄子却是握着钓竿头也不回，他说：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，死的时候已经活了3000岁，国王用锦缎包好他的遗骨，供奉在了神坛上。你们说这只龟，它是愿意在死后变成一把骨头受人珍藏呢，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？2个大臣说：他自然是更愿意在烂泥里摇尾巴。庄子说：大人请回吧，我也要在烂泥里摇尾巴。自古世事多无常，荣华富贵草上霜。顷刻一声锣鼓响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千万莫把善人伤，若生艰辛必遭殃。勿屈人非总义事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无常乃是人生常态，该看清东西的看清一点，该简单地方的简单一点。一个人的心灵简单了，他的世界才能简单快乐。若遇无常，随遇而安。风光得意总有时，跌宕起伏才是人生。随遇而安才是面对无常最正确的心态。庄子在《天道》中说：与人和者，谓之人乐；与天和者，谓之天乐。庄子认为快乐分2种，一种是人乐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乐；一种是天乐，就是那种超脱的乐，与天地相和谐的乐，是那种达到极致的乐，又称至乐。庄子在《至乐》中说：至乐无乐，至欲无欲。意为达到极致的快乐是在内心深处，是没有表现的。真正的荣誉是没有赞扬，没有名徽的荣誉。真正的快乐是与自然相融合，与天地相感应的乐是虚无恬淡，怡然自得的乐是无忧无虑的乐，是无声无形的乐。没有谁的生活一成不变，没有谁的人生年年如一，一年四季更迭，季季不同，一生悲欢离合，样样常尽。无常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，也许是如日中天的事业突然夭折，也许是许诺长相厮守的2人无奈而分离，也许是一起走过余生的老伴忽然离去。面对无常，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。望天上云卷云舒，对是对物，对名对利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才可以在这无常的世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不执着于圆满。月圆则缺，日中则移，花绚则迷，水满则溢。正如李密庵在《半半歌》
忠言，饮酒半酣正好，花开半时偏妍。无常是生命的常态，无法避免，也无处躲藏。酒至微醺，花开半朵，且修且珍惜，才是对待无常最好的状态。大 S 的离开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恐惧与脆弱。我们害怕失去，害怕未知，害怕无常。可正是这种无常，才让我们学会珍惜，珍惜每一个清晨的阳光，珍惜每一顿简单的饭菜，珍惜每一次与家人朋友的相聚。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。大 S 的离世让我们再次意识到，生命的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。我们无法掌控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度过每一天，接纳自己的普通与无能，放下对完美的执念，活好当下，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。愿我们都能在无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力量。愿大 S 在天堂安息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接纳无常。愿你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，放平心态，接纳生命的全部，享受每一个不再重复的当下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